来看下一对。我们交往1年多了，我比他大几岁，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他会喜欢我，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不真实。我知道我跟他的年龄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，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他。跟他在一起压力真的很大，我们的家人朋友都不看好我们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相信他。他为了看我的态度，经常做一些事情来试探我，有些事情做得真的很过分，为此我们经常吵架。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他是会一直爱我，还是会轻易放弃？我对这段感情真的没有信心。年龄的差异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怀疑点，这一对姐弟恋的前途如何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田28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业务员；女嘉宾小娜34岁，来自湖南，是自营店主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啊！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在这儿公开吗？愿意。我愿意。请把箱子放下，谢谢啊。一个28，一个34，怎么认识的两位？等于是我朋友给我介绍对象嘛，然后我觉得我朋友给我介绍的不合适，然后我选择了他。刚开始他不知道我比他大那么多，然后刚开始觉得他叫我出去，我想是朋友的朋友嘛，而且我把他当弟弟，以为他是需要我帮助，就出去了几次。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喜欢的是我，我当时就懵了，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，然后就拒绝了他。等等啊，等于是，我给他介绍女朋友，你是陪着我给介绍的那个对象去的。对。结果你看上了他。对。没看上那个姑娘。对。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啊，所以相亲啊，只能自己去，可别让什么闺蜜好友陪着，陪着呢就跑了。哈哈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经常送些什么小惊喜、鲜花，然后星期六、星期天带我出去玩。我周围的朋友，包括同事都挺羡慕我的，说虽然他比我小，但对我挺上心的。然后慢慢我就对他产生了依赖，然后就同意了他这交往的请求。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比你大吗？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，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。过了多久？大概几个月吧。知道之后，你们俩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吗？那时候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感情跟年龄是没有任何的界限。哦。刚开始实际上前半年都挺幸福的，我觉得我对他的照顾也挺好，然后他对我嘛一直都挺上心的。那今天为什么来呢？因为后来的话，他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人了，完全变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吗？你自己平白无故消失了1个星期，你手机也打不通，我怎么知道你是到哪里去了？那时候我家里把我关起来了，手机、电脑都把它屏蔽了，然后我怎么找你啊？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被家里关，让我不要再缠着他儿子了？就是说这件事儿是你们俩情感的一个转折点，是吗？是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？后来他却越变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一个人了。他变成什么样了？他直接叫她闺蜜来试探我。试探不也试探出来东西了吗？你叫你闺蜜试探她，怎么个试探法？她消失了1个星期，虽然回到我身边了，但是我就觉得她是不是因为那个相亲对象她没看上，所以才回来的。然后我就让我闺蜜，作为陌生的那个微信微友嘛，加她，然后就跟她聊天。谁知道一试，她就不停的跟我闺蜜倾诉，说什么女朋友给了她压力啊，感情有多么不顺啊，家人多么不顺啊，我就觉得她是在给别的女孩打感情牌。后来我闺蜜就约她见面嘛，她就真的出来了。出来只是说，因为我闺蜜是我朋友，肯定不会出来嘛，就是我去的。哦，你去了啊？你看到她的时候，你得吓坏了吧？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，她给我下一个套一样的嘛，然后让我跳进去，所有的压力也确实是她给我的，我只是找了一个人倾诉，我把她的闺蜜当一个朋友一样的，所以才见面。是微信上面另外一个女孩又长得漂亮，叫你出去，那我知道你只是找她倾诉吗？搞不好你就可以告诉她，哎，我正好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，可能她就可以趁虚而入啊，你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那还不分手？
我要是你，我看到他来了我就走了，因为试探出结果了嘛。之后他还跟我说了，他说他确实是因为压力太大，他只是找人倾诉，而且就这一次嘛，我就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。但是这一件事之后，我觉得更加不靠谱了，所以我就又开始不停的自己怀疑这段感情，越来越没有自信。他后来越来越的过了，我奶奶80大寿，然后他不去也就算了，他还直接打个电话给我说他出车祸了，让我跑到医院里面去找他。结果我急急忙忙跑到医院，他却打一个电话来说，我是试探你一下。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面人说。不是，你是试探什么呀，姑娘？不是，他之前他家人对我就说，他妈对我挺过分嘛。然后我就想着你现在是喜欢我，可能就是可以为我跟家里面做下斗争。但是要是万一以后你不喜欢我了，家人随便说一句你还是选择别的吧，我就想他是不是会放弃我啊？所以我就试探一下。你来演习了一下，你奶奶和我掉在水里，你先救谁是吧？答案是他先救了你是吧？你个不孝的子孙呐！他完全没有注重任何的时间就开始试探我，因为刚开始刚开席的时候，宾客全在场嘛，我跟家里面人我也不好怎么说，我就直接说了，然后家里面也挺担心的嘛，就叫我急急忙忙的赶过去，结果一过去就是那个样子。他最后更加过分的是，他说他怀孕，我就立马跟家里面人说了，家里人说啥时候双方一起吃个饭。然后合计办今后的事，没想到我家里人正在那边准备，他这边的时候就直接告诉我，那个怀孕是假的，我只是想试探你一下。我有一个闺蜜嘛，她跟她男朋友谈了3、4年了，感情挺好，然后2个人年龄闺蜜还比她小2岁，就突然之间怀孕了，然后男朋友竟然说你把她打掉吧，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力很大，我就想着我比她大了那么多，要是我也出现这件事，她会不会也因为孩子不负责任？这样子你不觉得很过吗？我已经无法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相信他。以前我觉得找一个成熟一点的，他懂得照顾，懂得体贴。我比你大，难道我一定要有大女人气质吗？我找你不也是为了让你保护我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言语了。我问问姑娘啊，你试探的结果，觉得这男人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起码这件事情上面他愿意负责，所以就是说，实际上还让我挺感动的。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马上会跟他爸爸妈妈说，我想着只是试探一下他嘛。过后我知道他是就说欣然接受，然后也想打算跟我结婚，所以我就马上告诉他是假的。你还是个诚实的人。对，你告诉了我是假的，那我应该怎么去帮你圆这个谎？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圆这个谎。你可以说验孕棒是出问题了嘛？一次一次的验孕棒出问题，以后不还是可以怀吗？你想跑了是吧？还是说他要变回以前那个他，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？怎么说？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。你觉得你过分吗，姑娘？有点过了吧。那你还想留他吗？反正就说我自己对待这段感情也还是不自信，我知道这么试探不好，我尽量的改吧。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可怕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但是我真的改不了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伙子，微信上一个陌生的女人叫你出去，你就出去了，请问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去倾诉你的压力，你认为正常吗？我觉得，因为怎么说？你心中当时真的有没有一点花花肠子？没有，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你呢，高手？你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么多荒诞剧，谁教你的？有是电视里面看到的，有的就是跟闺蜜一起商量的。我现在一听到他们的故事，就想到了悲剧的重演。我记得是在22年前，我曾经报道过一条新闻，一个妻子，她怀疑丈夫的忠心，她就让自己最要好的小姐妹去勾引试探自己的丈夫，结果那个小姐妹真的把她丈夫勾引到了床上。她后来知道以后追悔莫及，泼硫酸毁了那一个闺蜜。你看你也是一试探，结果把矛盾搞大了。所以你的这个做法很不明智，很不理性，也很不聪明。他第一个，我还是怀疑他有这样的花花肠子的，但是今天他在这里很委屈啊，因为你不信任他，甚至他认为由于你的不信任，他要考虑是不是要断掉你们这一份感情了。所以姑娘，爱情是很敏感的，
它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。你既然爱他，就信任他。如果说你怀疑，就像那一件事情，心里放不下，就走人，很简单。但不要去搞这些试探，很危险，这是在走钢丝。所以这种试探的事情，以后真的不要干了。无论如何，好吧？好。女孩子，今年34岁了是吧？对。谈过几段感情？4段。你对你前面的除他之外的前面的感情的男孩子当中，有没有也用类似的方法试探过？没有。那你试探的理由？我比他大了那么多嘛，我总觉得好像不可能呐，他不可能喜欢我一样。特别是不是消失了1个星期嘛，我就认为是不是去相亲，只是他因为他没看上，所以才回来的。然后我就开始这个我们刚才听过了。那我就想，一般你要是对男孩子没有安全感的话，肯定是因为不自信，然后有一点自卑。那你的不自信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年龄。仅仅是因为你比他大？对。我想跟这个小妹妹说，因为我比你年长，34岁了。跟24岁的差别，你不要把这10年白过了。如果今天你24岁，原谅你，你34岁了。你如果今天想谈爱情的话，想要将来走入婚姻的话，不要再用那种很幼稚的方法去试探对方。我老公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就说，女人要跟男人要问一个问题，你要能够接受最坏的答案，不然你不要问。这个话我也告诉我身边的朋友，就是有可能，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能问，有可能是好的结果，但是有可能是最坏的结果。但是最坏的结果，你有没有心理承受力去问他？如果没有，要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要不然就把自己打醒，我离开他。不要这样子浑浑沌沌的过，没有意义的。好，谢谢王老师。女孩，我看资料上有写啊，你以前是其实很活泼的，应该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是。什么时候开始变啊？就是跟他在一起半年以后。资料上有写，不光是刚才我们听到他的家人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，连你的家人也不同意，是吗？对，我家人不同意。当时我回来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的家人不同意。他当时还安慰就说没关系，反正有我呢。所以突然之间他妈跑到我公司里面门口骂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。明白。当时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原先很活泼可爱，突然就变了？其实关键在于双方的家里人都不同意，甭管是男方家里人他不知道，还是自己家里人他知道，他就突然会觉得，啊，难道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吗？其实，在你们俩内心深处，至少在你内心深处，已经对自己的选择不确定了。所以从这会儿开始，你不再是你了，你已经是一个爱情的质检员了。而他也不是他了，他是一个可悲的试验田，所以你就不断的去考验他。其实考验他的目的来自于自己已经遭到了一个挫败，这完全就是周围的人都不认可的一个后遗症，带来就三点表现嘛：敏感、多疑、脆弱。所以你就不断的去考验他，但是你种种的考验，恰恰损伤了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基础。那就是信任。你所有的考验都是基于对他不信任，而他所有的应对都是对于你为什么不信我的一种反抗，甚至于和莫名的微信的那个微友可能要去见面，你去不断的考验对方，这是一个绝不会共赢，只会俱伤的结果。试探对方，那就是真是把信任一点一点的去抹杀掉。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，既然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既然你对他还是愿意往下走的，把自己的自信找到，迅速的建立对双方的信任，我觉得你们的恋情还是可以往下走的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对啊，爱情到底需不需要考验？有些人说需要，有些人说不需要。爱情到底经得起经不起考验？有些人说爱情经不起考验，有些人说真爱经得起考验。当然，在我看来，这两个问题都是伪命题，因为爱情没法考验。今天还经得起考验，明天就有可能叛变。今天还是海誓山盟，明天就有可能兵戎相见。因为人天天都在变，所以爱情没法考验。
一个女孩说爱我吗？爱我就跳下去，男生马上就跳上去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两人分了手。一对男女貌似一开始都像冤家一样，彼此有仇恨，若干年之后却走在了一起。一个女人可以为自己的前夫捐一个肾而无怨无悔，但是一对貌似恩爱的夫妻，面对病痛却可以选择逃离。所以你说爱情怎么考验？人是一个多元的复变函数，它每天都在变。所以有人说，那这么说来的话，爱情太不可靠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我想说的是，人虽然会在变，但有一样东西它不变，那就是人性。人性是千百年来生活孕育中的规律和智慧。所以说，真正考验爱情的是什么？是生活本身。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是考验。如果你愿意仔细的在生活当中去观察，默默的去付出，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爱不爱你，心里有没有你。在爱情生活当中，任何人为的考验都是愚蠢，任何自然所赋予的危机都是爱情的见证。所以说，不要再考验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考验。你好自为之吧。生活确实一直在变，人也在变。在一起是一种变化，因为要往好里变；不在一起也是一种变化，因为摔过跤之后就知道怎么跟人去相处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很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跟你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为了什么。现在我还是依然爱你。实际上挺谢谢，前面我刚认识的时候你给我的那种幸福。就像刚刚老师说的，可能就是说很多的不幸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自导自演编出来的。以后的日子我也想克服去改正。亮灯吧，啊！两位请换箱子。谢谢你们啊，请回，请回。请关门，请关门。来，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看好这一对吗？看好选择赞成，不看好选择反对。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63.64%的观众不看好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理由。我是赞成吧，矛盾无处不在，相爱不易，且爱且珍惜吧。闹过矛盾吗？闹过。被试探过吗？好像还没有吧。跟她的闺蜜倾诉过吗？没有。她跟你自己的哥们儿聊过吗？也没有吧。你问问吧，也许有，我帮你问啊。来，有过吗？没有。那你是看好还是不看好啊？我也选择赞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还是挺喜欢女生的。然后女生心里也很有男生。他们是相爱的。你心里很有他吧？有。你们是相爱的吧？是。试探一回了。没有必要。你看，就这么个问题，他们在全场占少数的情况下，他们俩都是一致的，说明俩磨合的非常好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